校门口，我把吃不完的冷包子丢进垃圾桶，转身就走。眼前忽然出现很多奇怪的文字。天呐，女主居然捡垃圾桶里的包子吃！我突然回头，刚好看到面黄肌瘦的少女把我丢掉的冷包子从垃圾桶里拿出来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不要了。我大步朝她走去，抢走她手中的冷包子，丢回垃圾桶。不会吧，路人男这么恶毒，丢垃圾桶都不让别人吃，有种巴掌扇不进屏幕的无力感。少女羞愧难当的低下头。对不起，我扬起笑脸。垃圾桶里的东西不能吃，跟我走，学长请你吃面。看她的样子就是高一新生。少女愣了愣，下意识拒绝。不用，我家的面馆不要钱，走了。我强行拽着少女上了我的小电驴，直奔我家的面馆。我收回之前说的话，路人学长大大的好。虽然但是这剧情不对呀。万一女主喜欢上这个路人学长怎么办？肯定不会，男主才是官配，不过路人学长可能变男配哦。路上，我问了她的名字和所在年级，她确实是高一的学妹，叫林雨。下车后，林雨磨磨蹭蹭，不敢跟我进店，我只好拉着她的手腕往里面走。妈，我回来了。现在店里没人，我妈和我爸坐着玩手机。闻言抬头，纷纷一愣。我知道他们惊讶什么，我以前只带过男同学来蹭饭，还是第一次带女生上门。不过他们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双双扬起笑脸。小美女，快坐，想吃什么面？阿姨给你煮。有排骨、鸡肉、牛肉，还有肥肠。林雨局促不安地坐下，很小声地说道：“谢谢叔叔阿姨，我不喜欢吃肉，煮碗素面就行了。”女主不是最喜欢吃牛肉面吗？他是不想让老板太破费。女主真的很好，就是命太苦了。看到这，我一锤定音。妈，3两牛肉面。好，萧凡，你进来给我帮忙。我跟我妈去了后厨，我爸在外面同林雨说话。我妈开了火，黑着脸低声问我：“你跟他什么关系？”我连忙解释：“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是高一的，半个小时之前我都跟他不认识。”不认识你带他来店里干嘛？难道人家还缺一碗面吃不成？我叹了口气：“妈，他捡我丢垃圾桶的冷包子吃。”我妈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抬手给了我一下：“浪费粮食，欠揍啊！”我捂着头，委屈巴巴道：“你装太多了，我吃不完。我怕带回家，你又说我才扔的。以后吃多少带多少，不许浪费。”我陪笑道：“好嘞。”我妈怕林雨吃不饱，下了5两面，牛肉臊子剩了不少，也全部架在面上。我看着满满一大盆面，惊呆了。妈，是不是太多了点？你以为别人是你？拇指大个胃，吃一点就饱了。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胃口大着呢。我把面盆放在桌子上的时候，林雨露出受宠若惊的表情。学长，太多了，我吃不完就剩下。吃得完，吃得完就吃，实在吃不完就算了，不要把自己撑到了。林雨眼眶忽然泛了红，垂下脑袋盯着桌面。谢谢，不用谢，快吃吧。坨了不好吃。路人学长一家都是善良的人，看来女主以后不用再饿肚子了。那也不一定，帮一次并不代表一直帮。也很好了，总比女主亲妈好多了。有了新家就完全不管女主的死活。林雨小口小口地吃着面，泪水却大滴大滴地往面盆里砸。这一幕看得我和我爸妈都心头酸涩，纷纷移开目光。我妈拽着我去了后厨。小美女家里到底什么情况？弹幕透露的信息还不够多，而且我刚跟她认识，也不应该知道太多。不确定地说道：“他妈再婚完全不管他，他爸估计死了吧？”我妈气愤不已：“这都什么人？算了，别人家里的事管不着。这样，以后早上你给他带饭，中午和下午你去食堂打饭给他吃，晚上带店里来吃宵夜，就当资助贫困生了。”我用力点头。好，我妈说的对，林雨的胃口确实很好，居然把一大盆面吃光了。我妈最喜欢别人把她做的食物吃光，笑眯眯道：“小美女，阿姨做的面好吃吗？”林雨认真点头。阿姨做的面非常好吃。我妈的笑容越发灿烂。那你以后天天来给阿姨捧场，阿姨不要你钱哈。林雨面露难色，似乎不太好意思。我妈主动说道：“那这样，你以后天天晚上来店里帮忙，阿姨给你煮面吃，这总行了吧？”谢谢阿姨。林雨吃完面后，我爸妈就打烊了。林雨抢着干活，她手脚麻利，很快就帮我们收拾好了。结束后，我爸提出送她回家。林雨一开始不同意，但她拗不过我爸，只好同意了。不过1个小时后，我爸又把她带回了家，还多了个大蛇皮袋。我跟我妈面面相觑，虽然不理解，但还是招呼林雨做。我爸喝了口水，义愤填膺：“小雨他妈真不是个人，为了逼孩子辍学打工，居然把孩子从家里赶出去，不闻不问。这孩子一个人在公厕旁边住了2、3个月，就靠捡垃圾过日子。”我和我妈瞠目结舌。我妈回过神，拉着林雨的手，眼泪汪汪道：“小雨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在阿姨叔叔这里住着，刚好家里还有一个空着的卧室。你别有心理负担，以后出现的有的是机会报答我们。”林雨低着头，哽咽一声：“谢谢叔叔阿姨。”谢啥？小事。我妈侧头看我一眼：“以后不许欺负妹妹，听到没有？”我无语，我没事欺负她一个小可怜干嘛？我妈快速收拾好房间，她看林雨除了2套校服，几乎没有其他的衣服，又心酸的直掉眼泪。林雨手足无措地安慰她：“
不安慰还好，一安慰她哭得更伤心了。我爸只好把她拉回房间。我站在门口解释，我妈共情能力强，习惯就好了。你洗漱了早点睡，我早上6点40左右从家里出发。好，我走了几步又掉头回来，得意洋洋道：“以后叫我哥哥。”林雨乖巧羞涩的点点头。我故意逗她，先叫一个来听听。林雨抿了抿嘴唇，羞答答的叫道：“哥哥。”我乐得龇牙咧嘴。乖妹妹，晚安。林雨也笑了起来。哥哥晚安。希望好人有好报，学长一家人平平安安。等女主出戏以后回报他们。特别为了加速女主的成长，让学长一家人发生不幸，不然我要弃剧。我想应该没那么狗血吧。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，林雨已经在厨房帮我妈做早饭了。我可不会不好意思，心安理得坐享其成。林雨吃了我3倍量的早饭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我妈没好气地望我一眼，看见没？这才是正儿八经吃饭的样子。我不服气。她刚好青春期，当然能吃。你青春期的时候也没见你吃这么多。我和我妈不停斗嘴，我爸笑着对林雨说：“他们天天都这样，不用管。”林雨腼腆地笑了笑。学长家庭氛围真好，我都有点羡慕。父母和儿子处得跟朋友一样，确实让人羡慕。希望这样的家庭氛围能渐渐抚平女主的心理创伤。吃完饭，我骑小电驴载着林雨去学校。中午我按我妈的吩咐给林雨充了300的饭卡，然后才带着她去打饭。不用说，她肯定还没在食堂吃过饭。我妈交代了，一定要让她吃饱，所以我按我饭量3倍打给她。餐盘堆得跟小山一样。学长又目瞪口呆了，有点可爱。青春期的女孩子本来就很能吃，女主身体又一直欠缺营养，属于报复性进食。我有点想磕女主和学长。我是男主党，虽然学长也很好，但我还是希望女主和男主在一起。我对天发誓，我对女主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不过以哥哥的身份抱一抱大腿还是可以的。我如今也算主角团的人了，前途一片光明。高一比高3少一节晚自习，林雨放学后就在教室里边学习边等我。我下课后按照约定跟他在2楼的楼梯口汇合。我到的时候他已经等在楼梯口了，看见我便乖乖走上前。哥哥，走吧，我们回家了。好。学长真的有把女主当妹妹看，好感动。我有点想换个 CP 磕，虽然有点好磕，但我是坚定不移的男主党。我们照旧去了店里，吃完饭才闭店回家。我家就在店面楼上，回家很方便。回到家，我妈把她今天给林雨买的衣服、裤子和鞋子拿出来，让林雨试穿。除了这些，我妈还给林雨买了一部适合学生用的手机。林雨又手足无措起来，我妈拉着她的手说道：“我跟你叔叔商量了，我们想收你当干女儿，你愿意吗？”林雨哽咽点头：“叔叔阿姨，我愿意。”我打趣：“要叫干妈干爸。”林雨认真点头，郑重而虔诚地叫道：“干妈、干爸、哥哥。”我兴奋地应道：“哎，好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老子这辈子也算儿女双全了。这周周6休息1天，我们出去玩。这个我喜欢，我要去游乐园玩。行。林雨渐渐适应了在我家的生活，我们熟悉以后，她承担了去食堂抢饭的任务，我乐得轻松。伙食跟上来以后，林雨的个头就跟春季的麦苗一样，蹭蹭蹭的往上涨。除此之外，她比之前明显开朗自信了不少，抬头挺胸，脸上也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弹幕基本上都有好。他们唯一的担心是我会影响林雨和男主的感情线，我可没有当插足者的爱好，而且我有暗恋的对象，等高考结束就表白。为了打消他们的担忧，我故意在林雨面前说了这件事，并叮嘱她帮我保密。那之后，弹幕很少再提及这件事。我爸妈对林雨特别好，说实话，有时候他们对林雨好到让我嫉妒。每当我忍不住想抱怨的时候，林雨又凑到我面前，甜甜的叫着哥哥，叫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了。好就好呗，我也喜欢这个乖巧懂事的妹妹，何况还是女主。转眼到了寒假，4个月过去，当初那个1米5的少女居然只比我矮1头了。腊月26是林雨的生日，我爸我妈3点钟就闭店，拿了肉菜回家做饭。晚饭前，我妈让我和林雨去对面点心店拿蛋糕。我们从糕点店出来的时候，迎面撞上一个带着2个孩子的中年女人。女人很胖，2孩子1男1女，也是又高又胖，小男孩差不多跟我一样高。林雨当时就脸色大变，攥着我的手腕加快脚步离开。谁料那个中年女人居然追了上来，一把拽住林雨拎在手里的蛋糕。好你个小混蛋，在家吵吵着要上学，偷偷跑出家电话都不打一个。老娘养你那么多年，你挣了钱不孝敬我，居然拿来养不干不净的男人。她说着又瞪向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女儿还没成年，你赶紧把她给你花的钱给我，不然我告你诱骗未成年。太绝了，难以想象这是女主亲妈。自私自利、蛮不讲理的中年大妈，好典型的形象，把2孩子都吓坏了。林雨双眼通红。妈，我在上学，不是我的钱，老娘很好骗吗？赶紧让她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就去告她。我晃了晃林雨的手臂，把蛋糕给她吧。这种泼妇最难缠，等她走了再定一个就行了。林雨把蛋糕给了他妈，可他妈并没有放开她，她依依不饶。还钱，不还钱别想走。西西，抓住这个男人，别让他跑了。林雨心急，粗鲁地甩开他妈，最后牵起我的手就狂奔。我们一口气跑到对面，又刻意跑路才回小区。到家后，我把撞见林雨母亲的事情告诉了我爸妈，我爸妈听得瞠目结舌。天哪，怎么有这种妈妈？极品，我也是服了。林雨小声说道：“干妈、干爸，
我想搬出去住。林雨垂着头，周身散发着颓废绝望的气息，我快气死了。林雨他妈厉害，这么一会儿就把我们好不容易才养的阳光开朗的少女打回原形。我爸看向林雨，胸有成竹地说道：“别瞎操心，你安心待着，干爸干妈不怕他来找麻烦，我们有准备。”你干爸说的对，小孩子别想那么多，我们有办法处理。话虽如此，可林雨才17周岁，他妈是他的监护人，还真不好办。弹幕也是忧心忡忡，还有弹幕怀疑林雨不是他妈亲生的，说林雨他妈和弟弟妹妹都长得肥头大耳，而林雨高高瘦瘦，一看就不是一个品种的人。别说，还真是有可能，只可惜林雨他妈肯定不会配合做亲子鉴定。林雨没再提搬出去的话，但自从那天以后，他情绪一直很低落，大多时候都在强颜欢笑，我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大年初8那天，林雨他妈找到店里来了，还带了一个记者。林雨妈吆喝我爸妈诱拐未成年打童工，哭着闹着要带林雨回家，并让我爸妈赔偿20万。店门外很快就聚集了一堆看热闹的人，我爸妈不慌不急。林雨面无表情地看了会儿，忽然扭头走进后厨，我感觉他状态不对劲，于是跟了上。林雨拿了一把刀，准备往外冲，他看到我猛地愣住，眼中的杀气随即被慌乱取代。哥，我走过去，拿走他手中的刀，放回刀架上。别干傻事，相信你干爸干妈。林雨含着眼泪，我只是太生气了，他折磨我就算了，为什么要闹到店里来？我不知道怎么安慰才好。没关系，相信爸妈能处理好的。林雨渐渐冷静下来，弹幕又说怀疑林雨不是亲生的。我灵机一动，今天不就是拿样本的好机会吗？出去后，我故意激了林雨妈几句，她果然冲过来打我。林雨护着我，我一边躲避，一边拽了一把她的头发，她被我拽痛更加生气。这时民警到来，林雨妈看到民警，立即冲上去告状诉苦。民警没好气道：“我说女同志，你够了！你不让你女儿读书，把孩子赶出家不闻不问，害得人孩子住公厕捡垃圾。人家肖先生夫妻好心把你女儿接回家照顾，给吃给喝还供上学，你就是这么恩将仇报的吗？”林雨妈愣了一会儿，很快又反应过来：“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不让我女儿读书，还把她赶出家了？就算你是警察，你也不能冤枉人。冤不冤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们当初给你和你老公都打过电话，让你们把孩子接回家好好照顾。你和你老公都说没钱供孩子上学，还说他那么大了该自己养活自己。当初的通话内容我们可是录了音的，你要是想听，我现在放给你听。”我爸决定收留林雨，第2天就跑去林雨父母居住地所在的社区，让社区工作人员联系林雨母亲和继父，故意说让他们带林雨回家。他母亲和继父当然是不同意。然后我爸又拉着社区的工作人员去了派出所，让派出所民警劝说林雨母亲和继父。毫不意外又碰了一鼻子的灰。我爸趁机提出收留林雨，但是如果林雨母亲上门找麻烦的话，派出所要帮忙解决。民警巴不得有人照顾林雨，不用去跟蛮不讲理的人扯皮，所以就应下了。围观的人群一片嘘声，有脾气冲的已经骂上了。林雨妈到底没勇气再狡辩下去，扭头落荒而逃。民警当众表扬了我爸妈好人好事的行为，又说以后林雨妈再来找麻烦及时通知他们。民警离开后，有人把当天的事情发布到网上，好几个视频还上了热门，我都刷到了。让我欣慰的是，他们大多给林雨和我以及爸妈打了码。至于林雨妈，顶多在头顶批了马赛克3个字。由于是非对错分明，网络舆论一边倒，不到1天时间，林雨妈和继父的信息就被扒了个精光。还有网友出来作证，林雨长期被亲妈和继父虐待，还有人声称要去他们家门口泼粪。我表示活该。当天下午，我偷偷送了林雨和他妈的头发样本去医院做鉴定，报告1周后才出。弹幕还真是猜对了，林雨确实不是他妈亲生的。晚上，我把这件事告诉林雨和我爸妈的时候，林雨怔了怔，随即捂脸哭了起来。女主这是喜极而泣，不是亲妈就不用痛苦了。哥哥太好了，简直是活菩萨啊！我现在想磕哥哥和女主怎么办？我妈是个感性的人，也跟着直掉眼泪。我就说嘛，那哪儿像亲妈呀？说是仇人还差不多。明天就去找民警说明情况，尽快解除亲子关系，以后他就管不到你了。还得找找你的亲生父母。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也不一定是被拐的，毕竟生了不想养的也不少。是啊，如果找到亲生父母，但人家压根就不想认，不是2次伤害吗？弹幕说的有道理。就在我考虑如何温和地提及这个问题时，林雨抬起泪流满面的脸。干妈，我不想找。为什么？我亲妈也不一定爱我。我妈微微一愣才反应过来，她一脸心疼地把林雨揽入怀中。小雨，干妈爱你，你要是不介意，干妈以后就是你亲妈。干爸以后就是你亲爸，将来哥哥有的你都有。我也凑热闹，我就是你亲哥。林雨看看我妈，看看我爸，最后又看看我，忽然破涕为笑。我和我爸妈被他感染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4个人哈哈笑成一团。怎么又好哭又好笑，搞得我哭笑不得。太好了，是甜宠丸。娇滴滴的哭包女主。第2天，我爸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林雨去了派出所。为了让事情看起来严重一些，我爸声称怀疑林雨是被拐卖的，拐卖儿童是刑事案件，
民警当即传唤林雨养母去派出所接受讯问，并且做了一份更正式的亲子鉴定。面对铁一般的证据，林雨养母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，老实交代了一切。原来林雨养母和养父婚后多年没有生育，某一次他养父外出务工回到老家时，带回了才出生不久的林雨。林雨养父对他养母说，林雨的生母是一个大学生，不想养，于是卖给了他。林雨养父去世多年，无法证明这件事的真假。不过买卖儿童始终是违法的，所以林雨和他养母的母女关系就不成立了。民警迁出了林雨的户口，落在集体户上面。我爸妈想正式收养林雨，但林雨说她都快成年了，没必要。我爸妈向来尊重她的想法，就没有勉强。感觉女主不愿意被正式收养是有目的的呢。不是吧？正式收养的话，女主就有继承权，她只是不想跟哥哥分财产。按照干爸干妈的想法，不管有没有正式程序，都不会亏待她。当然了，女主以后将无数倍报答，稳赚不赔。那件事后，我家的面馆成了网红店，吃饭的人更是排起了长队。我爸很苦恼，天天这么多人来吃饭，我这老胳膊老腿吃不消啊。我安慰我爸，网红效应过段时间就没了，这段时间请2个临时工呗。有道理。转眼到了今年的高考季，我正常发挥，不出意外能上一所不错的重点大学。最后一堂考试结束后，班长安排晚上聚餐，我有点兴奋，因为我打算跟暧昧很久的女同学捅破窗户纸。去聚餐之前，我回家换了一套帅气的衣服。出门前，我妈递给我一个信封，这是什么？我妈摇头，小雨给你的，说等你高考结束后再给你。我疑惑地打开，里面是一叠照片，全是我暧昧对象跟不同男孩子去酒店的照片。我脆弱的小心脏就这么轻轻地碎了。女主好贴心，等哥哥高考结束了才让哥哥失恋，哈哈。我咋感觉女主目的不单纯呢？那一定是你的错觉，女主只是怕哥哥被渣女骗而已。我给班长请了假没去聚餐，随后暧昧对象发消息问我为什么没去，我拍了其中一张照片发给他，他没再回我。晚上9点，林雨回来了，他似乎怕我责怪他，怯生生地叫了声哥哥，又说对不起。说什么对不起？该我谢谢你才对，本来就是渣女，及时止损才是正确的做法。我不想他有心理负担，努力装作不在乎的样子。周末想不想去游乐园玩？我带你去。林雨羞涩地点了点头。周末，我跟林雨去了附近的游乐园玩。20多天后，成绩出来了，跟我预估的差不多。开学时，我爸我妈带着林雨一起送我去了学校。自从我在外地上大学后，我就看不见弹幕了，估计有距离限制。开学不久，就有女生向我表白，但我一想到曾经给我当头一棒的暧昧对象，我就对谈恋爱提不起兴趣，所以全都婉拒了。很快1学期结束，一放假我就买了车票回家。林雨来车站接的我，视频里没发现，见到真人才感觉出来，她又长高了一些。你还在长个？林雨低头看着我，微微一笑。最近长得慢，估计长不了多少了。马上就快赶上我了。那就不长了。你说不长就不长了。林雨认真点头。饿着肚子就不长个儿了。我扬起拳头。你敢饿肚子？别怪哥哥揍你啊！林雨憋笑摇头。不敢，我以后蹲着点跟哥哥说话。逗你的，又不凑你跟前和你说话，不需要蹲着啊。你们快劝劝我，这个体型差真的很好磕哎。反正我感觉走向有点迷，多等大结局。看到弹幕，我立即停止跟林雨打，去低头玩起手机来。寒假期间，林雨学完了高3上学期的内容，她跟我爸妈说，她向学校申请了跳级，不过能不能通过，要看开学后的测试结果如何。我爸妈除了骄傲还是骄傲，不过弹幕又有新的讨论点了。女主跳级的话，他们岂不是很快就能在同一个学校了？不用担心，只要导演愿意，别说不在一个学校，就是不在一个次元都能谈上。学长和学妹也不是不能磕。我回学校不久，我爸就告诉我，林雨通过了学校的测试，正式去了高3的火箭班。他问过老师，按照林雨目前的趋势，考一流大学不是问题。我爸我妈特别开心，在他们的眼中，林雨就是他们白捡的大闺女。很快就又到了高考时间，我妈我爸照旧在考场外面守了2天。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，我还在学校。我爸给我现场直播查分数，由于网络太拥挤，他们花了1个小时才登录进去，网页显示成绩被屏蔽，只有全省排名前50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爸我妈抱在一起惊呼，林雨这个当事人最淡定，只是露出了迷之微笑。过了一会儿，林雨老师打电话给我爸，说林雨全省排名第2，学校第1。之后我爸我妈就开始讨论，到底是去清还是去北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。我知道林雨主义症，让他不要受我爸妈影响，自己做决定。他问我，哥哥，我报哪一所大学，你都支持我吗？我想都没想，当然啊。几天后，我登上回家的动车，来接我的还是林雨。哥哥，寒暄几句后，我们就去坐地铁。我习惯性看向久违的弹幕。说实话，我头一次见改编把男女主拆没了的。不重要啦，女主和哥哥很好磕，男主和女二也很好磕，总之好磕就行了。据说编剧和导演在微博上互相推卸责任，导演说剧本就是这样的，编剧说他明明给的是另外的剧本，哈哈。我震惊的合不上嘴巴，难以置信的看向林雨。林雨侧头看着我，笑得阳光明媚。哥哥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想法，
也应该掌控自己的命运。你也看得见？林雨直视我的眼睛，毫不掩饰自己的炽热情感。遇见哥哥之后就看得见了，所以哥哥才是我的命中注定。我也是遇见他之后才看见弹幕的。按他这样说，岂不是？我承认我对林雨其实有一定想法，但我一直牢记他有官方 CP。不过既然男主有了其他的 CP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